现在对于加拿大，它是直接讲35%啦啊，如果你反抗的话，你报复多少，我就再加多少，再加到35以上。加拿大总理卡尼呢，这一回蛮务实的，他没有讲太多情绪性的话言。他说呢，他要努力的直到8月1号，也就是川普他先前讲出的最后期限。但是呢，这一次态度很强硬的找巴西总统鲁拉，原因是因为巴西被克了50%，而且这个理由呢，是因为他去追杀那个前总统，所以呢，他现在就直接放话了，说反正我们如果收到就是退。收到什么我就退什么，关税通知信我全部退回，因为我要告诉川普，我没有你我也能活。好，巴西这样子的一个讲法，很多人在质疑他真的做得到做不到。先给大家一个比较基本的概念哈，就是在去年，其实呢，巴西它跟美国之间的进出口贸易，人家巴西是逆差，它不是顺差啊，你美国其实有小赚一点点啊，大概是68亿美元的顺差，的逆差。所以你美国其实有赚钱，那个部分呢是巴西，它其实是一个内循环比较大的一个国家。另外呢，他们除了2亿人之外，还有就是你美国在吃的汉堡里面用的牛肉，别忘了你去年可是同期增加了1倍多啊！今年前5个月都从我这边进口牛肉，因为你们自己内部的牛肉产销出现了一点问题，而且这个量是占你总进口量的21%。另一个部分是你美国人不喜欢咖啡吗？那咖啡告诉你，巴西呢？基本上也提供了你1/3的量，还有你们很喜欢喝的那个柳橙汁，对吧？啊，现在你们本土也因为那个柳橙的问题，所以现在呢有1半以上都是来自于我们巴西，所以他现在就想问啊，你要对我加50%，我也不是很在意，因为最后贵到的很有可能就是你们自己人。而现在 BBC 的分析是，你现在这样子高高的举起要打人，小心啊，人家可能会复制了加拿大还有澳洲选举，那会激起一种叫做反川普的情绪。那这样的话，反而其实呢，对于巴西鲁拉来说，好像政治来盘算上面也没比较差。更何况啦，你现在不是只有对巴西这么狠嘛，哈，整个东协其实大家也都是哀哀叫，原因是你也是对人家高高举起，都是克20%以上。那美国现在呢就讲了，东协有没有可能倒向中国？这一回在他们的外长会议 ，Rubio 是有去的，国务卿去就是安抚啊，没事啦，哈，未来税率会更加优惠，我们一定会比其他地区给予东协最好的待遇。可问题是在这个会场，另一个王毅就喊话了，他强调大家要一起合作中方，原因是中方才是可信赖的稳定力量。这个时候讲这一句话，当然还要有一点实质上面的表示。现在传出了说路透社的报道里面呢，有特别强调东协想要让中国、美国、英国、俄罗斯、法国等等大家一起来签，就是在东南亚的无核武条约。中方马上出来说，在这个部分呢，我们其实是愿意率先签署条约议定书，甚至呢，他也对于轮值国这个马来西亚释出善意，要即将给他们免签证协定，7月17号生效，而且不是单方哦，是两边相互的。更何况，川普你不是只有第一局的那个关税战，你后面还不知道有几战，最新一战叫做铜，他要对铜加征50%的关税。大陆外交部就直接讲啦，这个叫做滥施关税，不符利益。而且啦，你也必须要理解一件事，就是美国的铜大部分其实是进口的。好，那如果说呢，你在现在要对于铜加征50%的关税，想一想，中方其实可能会偷笑因为你们的 AI、你们的电动车这些，难道都不需要用到铜吗？你们基础建设都不需要用到铜吗？那你又加了关税，国内的业者扛得住吗？所以有的时候他的做法，其实用一个比较直觉性经济学的理念来看，你会看不太懂。比如说，我们想请教一下赖老师了，跟加拿大彼此之间，当然从他上任之后就一直有一些问题，但也换了个卡尼，他也说他很敬重他，但他对他加征35%的关税，而且你报复我就再加。川普其实还是要等你来跟我妥协协议了。这是玩的第二次，一模一样。第一次是在4月2号，你还记不记得他拿的那个板？对，就拿这样子，哇，很得意的那边念，说对谁谁，台湾都对不对？克3多就这样念完了以后，然后就说，我告诉你哦，4月9号开始克，那是4月2号的时候，所以给你1个礼拜的时间，你1个礼拜来跟我把协议谈好。
结果大家一看1个礼拜，那怎么谈啊？那么多国家是。然后他说已经有90几个国家要准备跟我签了，结果第2天改口了，说不是4月9号开始课了，因为太急了啊，所以就改到7月9号，这一延了3个月。然后就说啊，你看有90几个国家，甚至还有人吹到最后100多个国家准备都在那边排队要跟我课啊，跟我谈协议，然后还点名哇，很多国家都跪爬用跪的啊，用趴在地上爬的，包括赖清德们在内啊。我们看到有日本啊、韩国、越南呐还有其他的啊，都在那边，好像要急急忙忙的要跟这个美国来谈协议。可是就在那个时候，中国大陆就说哦，你对我课啊，那我也对你课。你课25的钢铝，课25的汽车，我就对你相对来课。你给我课10%的基础关税，我就对你课。哇，川普一看恼羞成怒了，就是你中国大陆怎么敢跟我叫板呢？马上再回扣，中国大陆马上再回课，就两边一直加到最后125的时候，大陆说125已经是脱离常轨了，不跟你玩了，就是125。然后川普还说我加到140，后来说到285，大家都在笑。川普一看说好像已经变成小孩子一样，就说退回到100这个45这样的一个关税，最后。发生什么事？观众朋友，川普就说我们来开一个日内瓦协议好了，然后中国大陆就说可以啊，你飞过来，因为其实日内瓦是中国定的，因为中国大陆刚好何立峰要到日内瓦去，就叫你美国过来，美国人佩森特就这样子乖乖的坐了飞机到日内瓦，谈出来了，彼此之间降到10%，这个时候全世界往后等了，大家都不再往前爬了。只有一个例外了还在爬在那个地方，昨天坐飞机回来的那个其他的都已经退回来了，都往后退了。好，7月9号到了，几乎没有协议签出来哦。其实英国也没有签协议，英国那严格上来讲就有框架而已，不是协议。越南也没有签协议，那也是框架而已。那跟大陆来讲是暂时休兵，都是框架。好，那7月9号到了，你课还是不课？不敢课。没走，所以川普就玩第2次了，这次改用即兴的宣布的，然后什么时候课？8月1号，观众朋友，8月1号，他就在等大家来跟他排队，来跟他谈协议。可是现在巴西已经跟中国大陆一样了，跳出来了，你课多少就给你课多少，是石破茂也硬起来了，然后加拿大也硬起来了。那我问你，如果越来越多国家都跟着这个。中国、巴西、加拿大、日本这样走，都不跟他签协议。你说8月1号，川普课不课？不敢课，那就又再往后延了。大家都在赌了嘛。是我们想请教一下董哥最主要原因是因为现在呢，他好像会抓一些特定的国家，但是呢，他还是讲没关系啊，你可以谈，我等你来跟我谈，但你别想反抗哦，你反抗我就再打。没有错啊，大家看今天公布的就是加拿大。加拿大是他的血盟弟兄五眼联盟跟他最近的，然后把他25变35。是，那当然加拿大是从川普上任的第1天就被针对了，针对你加拿大，然后针对你墨西哥，那这2个国家一南一北刚好跟美国衔接，所以川普他什么都有名堂但是跟川普打交道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不要跟他打交道，他讲什么他不会守信的嘛。你跟他签约，你遵守了，他不遵守你永远吃亏。你跟他打也打不过他，所以这种人就是你尽量要有这样我刚刚讲的这种心态，因为这个人是以没有信用然后大家都知道，然后他又沾沾自喜。我觉得其实现在全世界都在观察啦，反正你讲这些东西到底最后会怎么样？因为你不是有信用的人，好，那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终于你从南美洲出来的一个鲁拉的巴西总统，就说我跟你对抗到底，因为川普为什么要对？现在已经发布3波了，巴西是最多50%，为什么要对他？因为川普有一个叫巴西川普的波索纳洛，这个是号称巴西川普的前任总统。他在任内贪赃枉法，那鲁拉是重新又回来当总统的，鲁拉卸任以后被抓去坐牢他是一个主教，
那他现在又回来了，因为你前面这个号称巴西川普了，波索洛纳，你有那么多的案子，所以他就开始，看到了检察官就开始去追查了，追查以后就惹毛了川普，你怎么可以办他？这是人家国内的事啊，你就可以看到美国多么恶劣，多么下流啊，别国家的司法他都要干涉。那现在巴西被课高关税，就是因为现任总统他要求司法针对了这个波索罗纳这个看到了，可是你要看其他国家也没有什么好处啊。譬如说，我们台湾最应该当做参考是日本跟韩国啊，日本跟韩国在我们周遭，那对美国是百依百顺那美国说我们一起来对付中国大陆，所以我们组织晶片的 F4。然后我们亚洲澳洲这些印太，他们也同被拉进来，不管是武力的、经济的还有科技的对抗，他们都配合美国。那他们的下场是什么？下场大家看到25啊，所以没有好下场啊。他们甚至把国家的主权拿出来，让美国的军队去驻扎，结果川普还每天骂他：我们在保护你，我们军队是在保护你呢，对不对？你们要交保护费。川普对台湾其实最重要的一句话啦。川普说：“台湾这么有钱然后又要我们保护，你应该给保护费啊！你还偷走我们的经验。”各位朋友，我讲述了这些话川普讲快10次了，表示这是内心里面认定台湾非常有钱。那我怎么会不克你呢？你们需要我保护要给钱，因为我们美金没有去驻扎，但是你要我们保护，我们还是有一些责任，你给钱。然后呢，你们偷走我们的晶片，哇！这个大家可以看到，所以他从来没有一句好话。那我们现在这个人回来了，能不能给我们一个答案？不是反黑箱吗？那所有的答案应该给老百姓知道，协商的过程也不知道，有没有结果也不知道。你总告诉我们一下嘛。你说没有结果，也是一个答案嘛。是，来请教一下小舰长怎么看？刚刚董哥讲到川普川普的特色是什么？川普的特色，他永远不变的就是永远在变。那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也就是他为了达到他的目标，不断的法夹弯，然后遇到可能的困难，他就知难而退。所以他说他是Taco一点都没有错。而且如果我们看看他曾经写过的书交易的艺术里面就写了，不断的努力，不断的奋斗，就是不断的法夹弯，直到达到目标为止。这就是川普。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任何的状况，大家都不要太怀疑那我刚刚讲到有关于巴西的问题巴西的问题呢，其实他用关税来对应那个巴西的川普，也就是波索纳洛。那这个就是堂而皇之的介入他国内政，利用关税。但是为什么巴西没有在怕？这个就是刚刚主持人说的，那我有图有真相也就是我们看到第一个看到美国的进口跟出口的数量其实是差不多的，而且这第一名的不是美国，第一名的是中国，而且数量整整多了1.5倍。也就是说，真正巴西靠的不是你美国，所以美国不要再往脸上贴金了。巴西真正的这个最大的贸易伙伴是中国大陆，而且还在持续增加。那至于说呢，我们讲到这个关税其实这个关税的问题反而让大家看清楚了美国，看清楚了川普。也就是说，其实我们现在看到他们这样子变来变去，改来改去，而且刚刚这就是赖老师讲的无条件进入，它是无条件进入的。那其实我帮它就分成3类也就是最不听话的，那这是一类那另外呢，例如说我们看到辽国跟缅甸，这是一类，克的就非常多。那这里还有我们刚刚讲的介入他国内政的部分，这是巴西。另外这一个克到32%到35%的这一类是什么？这一类就是不听话，而且呢是红色供应链的一部分，或者是
你非常不听话，例如说像加拿大在这个里面，例如说塞尔维亚也在这个里面，接下来的都是20%。那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状态啊，也就很清楚了。川普是在利用关税来进行他的一个地缘战略的改变。那这个改变到底有没有效呢？没效。为什么？因为大家都知道你是这样弄，然后知道你是这样弄的话，而且大家反而会更快的朝向金砖国家，朝向中国大陆进行整合，因为只有在金砖国家，只有在中国大陆的公平贸易之下，自己国家才能前进。自己国家如果不前进，你还记得我们刚刚也有讲 AUKUS 之前的这一些领导人无论是英国的，无论是澳大利亚的，是不是都下台了？是啊，所以人民会选择出路，选择正确的领导人。好，我们也来看看哈，在目前为止呢，其实网络上面有一些最新的消息。今天下午中方这边他们发表了一个这个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啊，结果呢后来就发现了有人提问啊，外国媒体呢提问他们问什么？他们说，路透社有报道说呢，在韩国这边去谈判的官员，这一位是他们的产业部这里的官员，叫做张成吉。他怎么讲的？他特别提到说，美国在跟他们谈判的时候呢，还有讲，如果我们要在造产业彼此合作很好，可以，但是问题来了，我们必须要先配合，我们以共同采取条件措施来遏制中方，才可以作为我们双边造船业合作的先决条件。就这么一件事情，大家去问中方了，那你怎么看？然后他们两个人谈说，你不配合我，一起配合对付中国，那我就不跟他们合作造船。那中方这边毛宁的回应呢，则是说了，一向以来他们都赞同各方对话的方式来解决分歧啦，但是不应当损害第三方。这个呢，其实他们已经有话在先。但对于川普来说，你认为他是一个这么体制内的人吗？简单讲啦，即便他做东，他有的时候那个心情写在脸上。比如这一次非洲峰会，好不容易看到了美国总统川普能够跟他好好讲话，结果没有想到好像没什么礼貌呢。看看他当时发生什么事。Resources in our sea waters, so lots of fishing and whatnot. I don't want to spend too much time on this. I appreciate it very much. I appreciate it. Maybe we're going to have to go a little bit quicker than this because we have a whole schedule. If I could just say it's, your name and your country would be great. Thank you, please. 意思是说人家话太多了吗？这样子在一个外交场合、国际场合，大家都是总统，适合吗？但是对于川普来说，他见你这5个国家，你们应该是莫大荣幸啊。可是呢，就包括昨天，他就问人家说，你们请问在哪里受的教育，让非洲人很生气，说现在是怎样，还当我们都是没上过学的乡下人吗？甚或啦，他在会议上面讲，我们可是比中国还要更善待你们非洲。但是对于非洲人来说，他们真的是这么认为吗？其实呢，在这个会议上，大家对他也是非常客气，你知道吗？因为你看看他们里面呢，还有多位领导人都是表示我们支持你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因为那个纳塔尼亚胡提名他了嘛，我们很支持你，甚至还说呢，这个是当之无愧的奖项。人家都讲到这样了，你也还是一样的待客之道啊。只是大家也知道，他都很喜欢听好听话，比如说先前吕特有讲说爸爸嘛，他也在那边拿出来开玩笑，好像也很开心。彭斯呢，也曾经在内阁会议上，有人帮他算了一下，每12秒就称赞他一次。但是这一些真的对于川普来说，有实意吗？作为一位总统，什么才是更重要？取决或者是决定的事情，应该是在更大的事件上。比如说，现在跟中方要好好的来谈判了。时间点呢，也是美方这边传出来说，应该是在8月初。那中方这里的回应就是说我们现在都是各个领域大家希望相向而行，我们会好好谈。只是在8月初之前，目前有一个时间点是7月17号，下个星期三，黄仁勋呢会到北京去，他要参加的是一个供应链促进博览会。
据说他有可能会见到高官，他想要见的是李强。好，在出发之前，他去跟川普吃饭了。这次呢，他要去参加这个会议，很多人都在讲啦，应该是为了他自己未来即将要发一个新的晶片，希望说呢能够卖到中国去。但川普这个时候跟他见面，跟他吃饭，是不是也有想要请他带些话过去呢？这个有没有可能性呢？美中之间现在的对话或者是桥梁，看起来是在民间啊，因为呢又有网红要去了。来甲亢哥之后，这一位吴宇哥说，现在呢也要到中方去拍片，而且呢已经入驻了中国的社群媒体。他是他自己讲自己很喜欢李小龙，还看了哪吒。好，他的人数平台粉丝人数是2.59亿。另一位也是大咖 Mr. Beast， 好，野兽先生是全球第一网红，他的粉丝数是6亿。他今年第4季度呢，也要到中国去拍摄大型的挑战节目。他说要实现全球10亿粉丝的梦想，一批又一批。其实不是只有这些大粉红而已哦，包括了30万粉丝的年轻网红。最近在7月的时候，也去参加了一个中国全球青年影响力人士的交流计划。反正他们就是透过各种方式跟民间的交流没有断过，甚至呢这一波包括了从网红所带起的，在网络上你也看到了有很多年轻人开始尝试皮蛋，说呢皮蛋甚至在美国供不应求。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真的是大大的问号，因为我以前室友真的都不敢吃皮蛋。他们在讲啦，中方皮蛋呢在海外圈粉，还甚至开始讨论怎么样吃，怎么样做，有很多的门市也开始在卖皮蛋了。这个是不是某种层面上，在文化上面的交流，在民间上面的交流，反而比官方上面的交流更加顺畅？回过头就想请教一下赖老师，您怎么样来看？明明就是非洲峰会了啊，可是问题是好像没有把人家当客人。我觉得这个川普太失礼了哈，因为我们看到他们的这个会场里面非洲的5位领袖元首是排排坐好，然后川普坐在对面的正中间，然后他们的前面都有这个名牌，这个名牌上面一定是有他的名字，还有他的那个国家的国名在里面。川普连这个都不看连这个都不用功。你今天邀请了5位非洲的国家来的国家的元首来，你也应该要做点功课嘛。至少你的国务院跟白宫的幕僚长应该跟川普做一个很简单的简报，即使你很忙，他也应该要做个简报结果他来了以后，他要对方国，就是说你自己报自己的国名，然后报自己的名字，这样子我们比他简快，可以快一点。我后面行程还很忙很多，所以你们赶快报告完就好了。我觉得这个是很失礼的事情，更何况在对谈的时候对于一个母语是英语的一个国家的元首，还问人家说：“你英文讲得很好，你到哪里学的你上过什么教育啊？”我觉得这个是很失礼，就好像假设我们今天有人假设了今天某一个国家人碰到这个川普就说：“你的英文讲得很好，你有没有受过教育啊？你在哪里读书的？你为什么英文讲得那么好？”当然我们都知道这个川普的英语讲得不好，因为他的英语基本上来讲，这个用的白话太多了，口语性太多，太不文雅了那我觉得川普的本身的英语造诣其实并不高，很明显，你看他写的那个英语都没办法用出优雅的语言来讲。那这个当然，这个川普自己的教育程度是如此，也没话讲了。但不管，不过我个人是这样觉得，就是说，他说我们美国对你非洲比中国对你非洲好，这个非洲人很难听得进去。为什么？第一个，他认为说你对我们的援助一直在减少；第二个，你还对我们课税，而中国大陆对我们非洲大部分都不课税都是自由贸易，然后基础研的发展这么的多，而且贸易额一直在升高，到底谁对谁好？其实呢，他们心里面很明白的。所以我个人认为，川普讲的这些话，对方来讲听了反而更刺耳。我们先进广告，等等回来继续来说。我们说美中之间呢，现在应该会继续谈，可是在这个节骨眼上，黄仁勋要去北京，来请教董哥，您怎么看？对啊，因为现在全世界被川普弄得大家都很乱那8月1号以后还会继续谈，我跟你讲，到川普卸任之前都还在谈，我不骗你，因为这是他的乐趣。也太久了，他现在第1年呢。对，这是他的乐趣嘛，他觉得这样玩弄你。
他玩弄别人很开心，霸凌别人很开心嘛。非洲你们这些黑人，我就是羞辱你。好，他当然知道这是一个羞辱，但是你们对我不怎么重要，赶快把名字讲一讲，国名讲一讲，让我知道一下，这个就是羞辱。南非的总统来跟他会面，应他的约来骗他，拿刚果的照片说你们南非屠杀白人，他是反正。他跟我们那个团结十讲那个家伙没什么两样啊！好，我真的这样讲，我看不起这个。但是我跟各位讲，川普现在他有一个目的，这个目的是什么？12月10号，奥斯陆要颁诺贝尔和平奖。那现在纳坦雅胡巴结他，就把他推荐上去。那大家也知道，现在这些战争其实川普都没有办法让他停止嘛，所以他现在努力在让纳坦雅胡说。你这边停止，俄罗斯我大概搞不定了，反正普丁又不听我的。他如果搞定一个战争，他就可以说我拿到诺贝尔和平奖。那和平奖是奥巴马那时候上任马上就拿到，那一年就拿到了，他很羡慕。好，那我们来讲，现在为什么黄仁勋去找他？因为黄仁勋觉得说，你把我的东西献了，我其实很多东西我还是要跟北京有交易嘛，所以我先跟你打个招呼啊，你到时候协助我的话。我会给你好处的，绝对是这样的。好，我们先进广告哈，等等回来要请小舰长帮我们做总结。节目最后把时间交给小舰长。我们谈到这个川普竟然要非洲的这一些领袖来报他的国民啊。我们来讲这件事的时候，我们回想一下当年的宋省长。宋省长到任何一个乡镇他都是会先做好功课，有那一个乡镇首长的名字，然后还有他会会见到其他的哪些人，除了名字之外还有照片，那免得等会握手的时候叫错名字。另外还有这个家族最近有什么样的喜事，最重要的是上一次宋省长来的时候他承诺了什么，然后他现在的执行进度到哪里，所以人家才会成功啊！你川普你现在就仗势欺人，那我们就来看这个事你不一定能够撑多久。我们看到这是去年9月5号的，在这个北京所举办的中非合作论坛的会议。我们看这个习近平他手这样子打开，意思是大家请坐。大家午安，我是陈燕莹，欢迎来到新闻大白话。接下来这1小时国内外大小事，要用您听懂的话说给您听。现在介绍这1小时来宾，首先介绍是资深媒体人董之森，大家好，以及国际政治专家赖玉乾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还有前海军舰长吕礼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一开始先领来看到的是2万呐。2万什么？2万那个国家团结10奖那也取消了哈。现在呢，7月12号，中南部因为灾情严重，所以总统说他要去勘灾，就取消了这个台中场。让我更2万的是我本来以为第5奖取消，这个叫第5奖，没有，这个是第6奖。第6奖取消之后，会不会第7奖不知道讲什么？因为我还记得5奖是外交嘛，现在6奖呢是两岸7奖呢不要再取消了，总统，这样子我们团结不起来，我们需要您来帮我们团结哈。网络上面大家说10奖只讲4奖，是配合40% 吗？大家很多讲法都有啦，但是我们还是真心希望总统加油好吗？努力把它讲完。好，我们需要团结，特别是呢，在这个风灾的时刻，总统昨天到了云林，他是怎么讲的？他说：“哎呀，其实没有办法全品项补助就赶快送件嘛，赶快送过来，我们也加速处理。甚至他还提到了无人机也可以来帮忙加速做农作的勘灾吗？但是报告总统，有关于无人机勘灾这件事情，9年前嘉义县就已经有导入过了，而且呢，那个时候还特别上了新闻说显著成效。所以呢，我们就想问一下总统，可能是在意啦现在有没有加入 AI 等等其他的这个部分？有的但是我们要求的还是希望能够无差别对待，让云林县这边农民也可以全品项的来，不需要免现勘的接受这些现金的补助，毕竟他们真的很辛苦啦。其实呢，在目前天灾之
之后，很多人在问的是，对于总统来说，他可能真正在意的是什么？还是726的这场罢免选举吗？因为呢，抗中保台现在好像仍旧是关注焦点。这一位钟明轩，好，钟明轩呢现在上新闻的原因是因为他其实在直播里面有特别提到，那短短8秒钟，他说摄图日记也就是巴囧他们的影片啦，说有从完整对话剪出最后一段8秒，他认为这8秒是掐头去尾的一个捏造，他导致他的工作莫名被取消，合作厂商不理解，他前经纪公司也要跟他提前解约。他说他那一阵子好几个礼拜不敢出门，甚至因此生病，每天在家哭。到底我们这个抗中保台到目前为止，真的能够帮我们守卫家园吗？啊，或者现在更重要的事情，其实是如何守卫家园？挡住关税这一战，因为你看看我们旁边的日本，日本其实跟美国不好吗？啊，超级好。但日本现在呢是被无情的加征关税，让石破茂直言说，不管怎么样，不能被人家看扁。来看看他怎么说。これは国益をかけた戦いです。舐められてたまるか。私たちは言うべきことはたとえ同盟国であっても。正々堂々言わなければならない。好，为什么这么生气？因为日本这一次不但是没减到税，甚至还被加了1%。邻国南韩，除了说呢，今天有这个美国智库出来说要撤他50%的驻韩美军之外，他们呢其实也是25%，加拿大还反而被加了10%，变成35%。所以我们就想问，在这一战，台湾能够好好度过吗？因为现在看到了行政院这边一直跟我们讲的，不会啦，谈得很好啦，哈，这个郑丽君他们人都还在华府持续的在对谈当中，但谈是谈有用吗？我们想知道的是实际的状况，就像是商总这边也都出来讲说，我们想要不是氛围而已，我们想要这是实际情况，因为我们眼看东南亚这边越南，为什么到现在川普说谈好了，但一直没签？因为越南说的谈好是11%，结果川普给人家变成了20%。知情人士出来讲的，说这个让越南这边真的是当场傻眼了。现在呢，川普甚至讲说，其实他也不是所有的国家都会寄信，剩下的那一些国家预计是15%或者是20%。那网络上呢又再洗一波，说哎呀，这样看来台湾关税就会落在15或者是20啦。可是即便很多人都这样讲，我们比日韩都低，我们很有竞争力等等，你有没有算汇差啊？我们台币其实涨到目前为止到29块，汇差这个汇损15%，你加一加，是不是其实也没有太便宜呢？更何况目前我们说要放行什么美牛内脏、绞肉、猪肾来计值比照国际，这个是以前你们民进党说绝对不能放手的，现在说哎呀，我们以10% 为目标，我们也开始考虑要放行啊，又或者汽车关税，以前说怎么样都不能降的，现在不是大幅调降而已。还有人说呢，美国这边要求的是零关税，所以让在地的业者其实都很担心之后到底会怎么样。目前呢，其实对于两岸之间以及美中台之间，大家看到的就是这个关税角力之外，也看到了中美之间有关于稀土这一块。好，现在呢，美国这边讲了，如果你要从泰国或者是墨西哥转运进口稀土的话，他们现在通通都要抓漏。原因是因为发现啦，从去年12月到今年4月，从泰国、墨西哥进口到美国的稀土，哎呦，多了3800多公吨呢，是过去3年的总和啊！这个真的没问题吗？他们就讲了，这个真的让他们无法相信啦。另外呢，在大陆这个半官方媒体日月谈天则直接讲了，说现在管制台湾的8家企业，其实就是反制台湾禁运华为，就这么一件事情。但是现在禁的这8家企业，有没有可能也包含了稀土项目？有没有可能最后会影响到我们的半导体产业，或者是其他的汽车供应链？这个都是大家很在意的问题。而这一块，政府准备好了吗？政府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吗？回过头就想请教一下董哥，您怎么样来看？有关于这个第6奖，现在又再次取消了。第6奖取消跟第5奖取消理由是一样的，就是台风嘛。那现在是灾情，我们再重新整建哈。那总统这个时候去讲，人家会讲说你在搞选举。搞罢免，那对他来讲会有一些负面的。那当然，网友酸他敲锣，希望他赶快讲，那是一个揶揄啊。因为
赖清德前面4讲都讲了违背史实然后穿着附会，那很多东西根本都不是对的，那他自己得意洋洋包括党内的人都觉得不以为然，因为你越讲越糟糕对整个罢免来讲，它是一个负面的，所以我们看到了在这个节骨眼，赖清德他要做出一些动作，那这个动作里面当然他到地方看灾里面也隐含了选举的动作。所以你可以看台南是最明显的台南最明显，台南他就要去拉抬他的邻近县嘛，要去打压陈廷辉，那其他县市就慢慢的去。我们今天看到，其实这一幕他对很多人来讲会觉得说，哇，这次变得比较复杂是怎么样？因为这次有大灾难的，大概都是民进党长期执政的县市，赖清德选总统，这些县市拿的选票大概都50%以上。所以是非常强的。可是他这次刚好遭到台风的室内，那让我们看到了很多民进党的真面目。譬如说这几天在讨论呢，大家才发现说，原来我们海上还有这么多光电板那从过去的渔温到农地，然后再到把整个山头砍掉，所有树都砍掉，为了放它的光电板，现在连海上也都是。那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叫做包山包海，这就是民进党的状态啊。我觉得这一些对赖清德的罢免的选情来讲，它是有伤害的。因为大家看到这一幕就觉得说，今天怎么会变成这一副面貌？何况你还到处在停电，然后接下来要涨电价，那这些名目都让大家觉得说，对你的选情是没有好处的。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看到就是所有的人都明白。赖清德现在的情况，他其实是没有非常好，就因为他现在本来今年的重心是放在大罢免，那大罢免碰到这个大台风，碰到最近他们青鸟的一些偷袭行为，碰到了曹兴诚他们的一些做法，其实在现在来讲都不利，所以现在普遍上大家觉得说，看来这一次泛蓝大团结，然后历经现在反而好像有些情况不太对劲。对赖清德来讲，他也是很焦虑啊。那他的大罢免，很多大佬好像也没有去挺他。过去很多民进党大佬啊，4大天王啊，现在在哪里？对不对？尤其跟李秀莲、陈水扁，或者那个看到了谢长廷这些人，都没有人有动作嘛。那更不用讲蔡英文才刚卸任呢。所以看到这些，就好像觉得说，整个社会上对于这样的人不以为然。不以为然在哪里？因为你领导的人是一个大家认为说争议性非常高的曹兴诚。那当这样的事情被扩大以后，再加上最近的司法检调，现在金华城每天都在找证人来对照。这个对照以后，那大家可以看到，原来检察官他们可以这么无耻的去做一些骡子。去做一些简直是在偷改证人笔录的一些做法，所以到了最关键的时候，刚好我们看到了彭真生的太太跳楼自杀。各位朋友，1925，我们还是希望大家不要有对1925、1995，任何事情都能够讲得出来。对，那大家看了这一幕就会觉得说，哇，这太震撼了，这个真是一个关键的地方，你知道吗？因为彭真生哭泣的整个崩溃，说你们检察官良心何在？然后大家在比较了最近检察官的这些动作，所以一件接一件，我觉得这个就是让人民看到了，那赖清德现在做什么事情都变成让大家看了就比较不顺眼了，尤其又有灾情，你到了都是你的铁票机，铁票机的老百姓正在干嘛？他看到了他的山林破碎成这样，电还在停，现在还有3万人在停电，你怎么去对老百姓交代？他们怎么挺你？其实现在的政局很有可能会因为1-2个消息而会有一些政局上面的改变。好，一个下午的一个新讯息了，我刚刚看到的是这个沈晶晶现在因病申请拒保停押，北院裁定1亿元的现金，还有2亿元的人保交保。另一个讯息呢，则是一个独家，是泰报这边的独家，他们说有读者看到郑丽君上飞机了，7月10号当地清晨上飞机，所以12号可能会回到台湾。关税谈好了吗？这个其实是大家现在最关心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看到了日本，看到了韩国，看到了越南，大家一惊呢。来请教赖老师。
上飞机不代表谈好，可能就是结束而已，啊，也可能是不谈啊。但是我们看到川普的一个做法啊，我觉得这个四舍五入啊，那个去其他的数字凑整数，我觉得这个关税太儿戏了啊。例如说你看到了啊，现在公布出来的2波啊，不是20就是25，要不就30、35，要不就40、45。那本来说啊，有24的凑整数变成25啊，有11的凑整数变成20啊，这样的一种四舍五入的一种方法，我们就觉得说，对川普来讲，他对于关税来讲太儿戏了。我们都知道，关税有时候为了1%或2%啊，大家都争了半天了。是，现在竟然说啊，本来说越南是1%啊，干脆凑个整数20%，那你凑个整数应该是10%嘛，怎么会凑个整数是20%呢？这个对越南来讲，他当然很惊讶，也很错愕。但是我们不要忘了，越南为什么会从11%到20%？而虽然越南说你进口我的都零关税。那为什么会20%？最主要还是越南跟美国的贸易顺差太大。所以对美国来说的话，那对川普来讲，贸易顺差大，当然税课得多嘛。即使你零关税，我也要课得多。那台湾跟美国的贸易顺差也不小哦。那你乐观的估计说是15，我觉得会不会太乐观一点？那如果是20或者25，跟韩国一样，跟日本一样。甚至比日本、韩国高，那你怎么办？那如果说他要求你一方面要对于美国的所有的都是零关税，不管是农产品或者是汽车，所有的都是零关税，但是美国单独对你课15%或者20%的关税。那刚刚您谈到的业者都说，我们的台币都已经升值了10%了。那再加上如果是20%的话，那就是30%嘞。那台湾的厂商怎么活下去？我觉得在这个部分里面，到目前为止啊，这个赖清德没有透明化，没有告诉台湾的民众进度如何，政府的态度如何，我觉得这个是不负责任的。至少石破茂他们还会告诉这个日本民众这个他们的进度怎么样。例如说这次谈判破裂回来，就是说谈判破裂。第6次谈判破裂，第7次谈判破裂，第8次谈判还是破裂。然后石破茂他的态度很明显的就是他没有办法接受美国单独的给日本施加这些关税，因为他不能够再让了。过去让了半导体，过去让了日本的汇率，结果就是广场协议，结果造成日本衰败30-40年。如果现在农产品也让了，汽车也让了，那日本就再也没有办法翻身了。所以对石破茂来讲的话，这不只是今年的0.8%的 GDP 的往下降，而是明年、后年、大后年一直往下走的时候，因为这个关税长期以来都会按照我对你的关税这么的低，你对我的关税这么的高，然后他们算起来，未来10年它的 GDP 会下降3.7%。那这个对于日本来讲，它跟美国的贸易占整个总 GDP 会下降3.7%，等于是负成长。日本等于是越来越衰败而已。是，所以它底线它不能让。那问题就在于石破茂还跟人民做交代，但是赖清德到今天不跟我们的人民做交代，也不跟我们的厂商做交代。我们的所有的厂商内心里面七上八下的，股市一下子涨一下跌，都是根据消息来，消息面好就往上涨，消息面不好就往下跌。那如果最终这个结果出来了，是一塌糊涂，那我们的股市不是就跌得一塌糊涂？我觉得还是要跟人民做交代比较重要。最后我强调，我觉得赖清德取消第5奖、第6奖，表面上原因是台风了，其实大家都知道，内部里面他们的杂音已经越来越大了。不过以赖清德的执拗的个性啊，他迟早还是会第5奖、第6奖，然后大家就等吧，一定可以等得到你的第5奖、第6奖，媒体一定开心的不得了，因为有太多的文章可以写了。请教一下小舰长。如果我们刚刚看到网媒啊，也就告诉我们说副院长回来了，可能已经谈完了。那到底是结束了还是完了，我们并不知道。那但是呢，我们现在已经听到的传闻啊，也就是有关于美牛的部分开放的部位更多，也就是以前没有开放的内脏以及绞肉，这一次要开放。然后
那个猪肾的这一个莱克多巴胺的部分啊，原来呢我们台湾要求的是0.04个 ppm， 那现在要提升到0.09的ppm， 也就是标准也放宽了。那这一个如何影响到我们个人以及我们的下一代？那而只是让这些政治人物得到利益，那这是我们每一个人民都需要考量的。那在讨论这件事的时候，我帮大家唤醒一下记忆啊，也就在2021年的时候，我们不是有4大公投吗？4大公投的时候，这个时候当初的农委会主委，那个时候还叫农委会啊，现在已经叫农业部了。那我们看到陈其仲告诉我们什么？他其实告诉我们的就是，我们买了莱猪，我们就可以进入自由贸易。那蔡英文他的脸书也是如此啊，让台湾产业加入 CPTPP， 过了将近4年了，我们有加入吗？我们什么都没有加入。相对来讲，我们看看中国大陆他们是怎么样管制稀土的？为什么他之前要求，也就是一案一案、一笔一笔的审？因为他知道这里面有猫腻，而且呢，这个里面他要求的也就是6个月。6个月之后，他再审一次，为什么？因为他们怀疑这个稀土其实有透过转运，怎么转运呢？也就是明明是稀土，但是它的标签上写它是铁、它是锌，或者它是艺术品，规避检查。那我们看这个实际上的数量啊，我们就会看到中国出口的数字啊，也就是它的这个深黄色的部分呢是泰国，浅黄色的是墨西哥。其实因为墨西哥在去年它的一个冶炼厂还没有完全的开工，所以它的数量是比较少的。可是我们今年看到这个数量大幅上升，那上升之后呢，我们看到相对的这一些我们讲的这只是一个 T 而已哦，它到底去哪了？那我们看到之前美国没有进这么多的 T， 为什么到了今年的时候整个马上的增加到这么多，到底增加多少啊？如果按照美国海关数据的统计的话，那今年就从去年12月到今年4月，美国从泰国跟墨西哥进口了3834吨的 T， 也就是过去3年的总和。他们知道中国大陆玩真的，所以现在赶快累积起来。我们现在只知道的是 T， 那还有别的，还有锗，还有镓，那还有其他中重，稀土到底是怎么样？这个也就是中国大陆为何如此管控的原因。那如果这样子继续下去的话，其实我们看到，真正卡脖子的，也就被卡脖子的是美国，卡到美国脖子的就是中国大陆。对于美国来说啦，关税这一战，川普就是要赢到底嘛，所以呢，他是怎么样定？有的时候大家就想问，是真的有凭有据吗？